好，李四川请辞台北市长参选新北市长，2月底要辞啊。他昨天讲了，因为 NVIDIA 啦这个也签约了啊。那今天接受中广王浅秋早上专访，他说8个字叫当仁不让，顺势而为哦。当仁不让嘛，你要我做好，这情况我非要我不可，那我就出来了。但是呢，不可能逆势嘛，总是要顺势而为啊。那另外呢，大家说那你焦点什么？这是王浅秋访问他以后，在中广下面记者围了他了。李四川说：“我还没被提名啊，是还没被提名啊。3月被提名，我会说我的证件是什么？他一定有了。他在新北市当副市长当那么久，对新北了解得很，对新北那些里长啊什么都非常熟悉的啊。那刘慧然不错，很有风度，宣布退选，高喊团结胜选。所以李四川到他脸书去说谢谢他谢谢何然副市长，接下来还需要你帮我加油。那刘慧然的回答说全力以赴，一起为新北打拼，非常有风度你看从侯友宜、刘慧然、李四川侯友宜跟李四川原来都是朱立伦的新北的副市长，所以他们是同事的那刘慧然又是侯友宜得力的干部。侯友宜选总统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刘慧然代理这个侯友宜当新北市长那好，那侯友宜是关键的协调者。他说：“这什么难呢？我们是老同事嘛，经常联络，也打电话那其实将近1年多以前，侯友宜就跟我讲，他没有一定要谁那就看嘛，谁能够胜选最重要。所以那个时候态度当然胜选最重要嘛。你提了一个人败选，或是打得很辛苦，那当然是胜选重要嘛。所以李四川说，我跟侯友宜没有余量情节而且我很敬佩侯友宜施政的魄力我跟他相处了5、6年了很敬佩他那侯友宜说，这个李四川是侯友宜示范的协调的能力，不是只有新北，宜兰要怎样，彰化要怎样这个台中是怎样，新竹是怎样，所以怎么都是要协调。都要赶快做决定侯友宜说，很多事情打通电话就可以沟通了嘛，见面当然很好，打通电话也可以那什么时候李四川会被提名呢？李乾龙国民党副主席说，2月底征召，3月就可以开始布局啦那另外呢，蒋万安说，哎呀，我年假要练歌你们到底我要唱什么？他们就说，有的要丰富为了祝你幸福，有的是手放开让李四川走吧，有的说呢，爱我别走，棒照了还有勇气。还有 Lady Gaga 的 Hold My Hand， 抓住我的手那另外呢说，将来呢，蒋万安跟李四川台北、新北是2只母鸡，可以对台南、高雄都可能可以助攻。我们看一下，今天我还是台北市的副市长，所以3月的时候我会跟各位做个报告。台北市副市长的工作收尾中，接下来新北市的施政愿景，李四川也擘画中，准备开跑选战。特别感谢市长侯友宜和新北副市长刘和然。他8年的这个施政，说实在是值得我去学习。那也谢谢刘和然副市长跟这个侯市长的这个支持。在板桥参会那天，1小时时间交换意见。对于刘和然的成全，李四川说会再约见面。这个几个局处的尾牙完了以后，我打了电话，当然也许太晚了，他没有接，但是我会留了对他这个非常的感谢。我会找个时间，还是会这个去拜访他，那我也会请教他。脸书留言给刘和然，写到接下来还需要你帮我加油。而国民党内程序预计2月底完成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再舍不得，也只能回家练练歌。给我一点时间练习，过年顺便练歌。你们希望我唱什么？无论爱我别走还是手放开，2026蒋万安和李四川势必双北连线并肩作战。好，香龙怎么看？对侯友宜来讲，这一次拆弹的速度非常快，那把问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能够解决，在过年之前的时候，不会让蓝营觉得悬着一颗心过年。这个呢，其实对侯友宜来讲，以及对整个蓝营的军心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当然，一方面刘和然作为他的副市长，
刘和然因为他的技术官僚的属性非常的浓厚，一直没有太强的政治性出来，所以在面对到这种重要选区的选举的时候，暂时呢接不上来，而也很快的，就是尊重了老板的协调，所以这次呢，不管是退的刘和然，或者是劝的侯友宜，我觉得都得分。那接下去对于蓝营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它第一个会影响，就是说，你可以想见蒋万安作为第二任的副手，同时现在是国民党里面的人气天王，而他的副手又要成为新北市的市长，基本上当了李四川确定要选的时候，新北市大概就李四川了，因为李四川的特性是一个。不管不同的政党，李四川的仇恨值非常低啊，就是他是一个务实派的这种的政治人物。那新北市传统来讲会喜欢这样的政治人物。那如果自己的副市长成为新北市的市长，整个台北新北的一体化的运作，未来呢可以期待。这个呢，这种的关系以及这种的运作是过去没有的。那因为对于蒋万安来讲呢，对于李四川来讲，两个人的人气声望都够，所以国民党在接下去的县市长，只要几个还剩下两三个稍微呢会有困扰的选区的提名确定之后，那这个呢等于是双箭头辅选。大家对国民党现在的压力呢会减轻很多，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说现在的在过年之前把这件事情搞定，对国民党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尤其它会使得，因为它快刀斩乱麻似的，很快的把问题解决。对于剩下的几个县市还在纠缠，也会起很好的示范效用。下一个呢会直接看到的是台中市，如果新北市解决得很快。台中市，我认为呢，大家就应该把时事呢看清楚，不要太纠缠。不，台中因为搞到3月太晚了，而且卢秀燕都出来讲话了。你看新北是侯友宜出来协调嘛，那台中卢秀燕也讲了，说不需要拖那么久啊，那为什么还要拖呢？对不对？你拖那么久，并不是拖那么久就不能选啦，只是说你那个人心惶惶嘛，搞得大家很紧张，而且呢对手，你看赖清德已经让台中帮民进党这个候选人。5次了，辅选5次赖清德去，那搞到现在可能已经去了10次。当然，我认为赖清德也没有什么大用了，但基本上你该怎么做还是要做嘛。所以我觉得新北是一个蛮好的示范。事先包括曾丽文、包括侯友宜都说农历年前会决定，果然决定了嘛。那既然新北市能够决定，而且这个刘和然原来也是蛮坚持的，对不对？最后刘和然都愿意退啊，对不对？知道侯友宜去选总统的时候，将近半年时间。刘和然是代理新北市长是代理他的。对，那时候原然就要有接班之势，他都愿意退。那其他地方会有那么难协调吗？蓝轩？我觉得新北市当然这一仗就这一局啊，这个协调呢，而且目前出来的人选，我觉得不管是协调过程跟这个人选啊，它本身的品质，我觉得都很棒啊，就是很漂亮的出击。不过有一点我跟大家的意见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我从来不担心新北市。我觉得其实虽然刘和然有他的一个在侯友宜心目中的分量，或者在新北市当中，他过去跟着这个侯友宜一起呢去处理新北市的市政啊，有他的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但事实上，因为几次民调下来，你就会看得出来，对他来说，他其实真的是没有继续选下去的道理哦。但是他能够在那么快的时间当中马上就po文，然后的话呢，显然的，我认为其实侯友宜跟刘和然跟蒋万安跟这个李四川。应该都已经说好了啦哦，那所以呢，当这个刘和然po文之后，马上的川博就去留言了哦，所以他一定是事前知道的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北市的部分啊，虽然是很漂亮，但我觉得它可能不足以让大家对于其他县市就有这么大的信心。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状况不太一样哦。你说这个侯友宜他能够在这个新北市部分瞧得很好，代表的是卢秀燕可以在台中市瞧得很好吗？目前显然不是这个样子嘛。我觉得目前台中市的状况比起大家想象中来的复杂一些，但是它的复杂，我也不认为台中市可能会瞧不出来。我觉得现在台中市的状况比较像是时间的等待，这个时间等待其实类似杨琼英的民调，每一次做出来，事实上比起这样子也差
蛮多的，坦白说。但是他可能有一个，我看媒体报道了哦，这个也蛮多的说法，就是说类似玉皇大帝啊，哦，这个我说真的哦，就是说，其实你要想地方选举经常是这个样子。当初王金平也不是这样子吗？他非常熟悉的这个王金平公道伯，他其实也是一样，就对他来说，他有他满怀的壮志，同时也还是一些宗教上的当中有让他有一些认为说还有机会去试试看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是时间变得一个很好的酝酿，或者一个最后的机会。那如果说他已经说了，只要这个时间到了，而且我出点输了，我就一定不会去缴获。那我觉得，或许这个时间的等待，你就让他去等嘛啊。这个总不好意思，你说他讲玉皇大帝，你拿观世音菩萨，或者你拿这个关公去跟他对杠，那这个人类的俗世的纷争不要闹到天庭去，我觉得这倒也不用。所以我弟说，台中市即便大家觉得很心焦，我也访问过这个江启臣，他也觉得就是好好的一场局，以为可以很早就可以出来的定案的。搞得现在连卢秀燕也都很紧张，因为这个不会影响到卢秀燕的未来哦，就是说你可能是不是有能力去这个协调，很快的让这个地方能够定于一尊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看来现在很紧张，但我认为这个紧张是一个心理层面的，就大家认为很担心，但是呢，他这个担心会影响到最后的胜负吗？我也觉得未必。但我觉得重点在于说整个的气氛啦，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内的纷扰，或者国民党内的心焦，或者国民党内的一些交集，其实不只是在新北市跟台中市，我认为其实新北市跟台中市之外的部分更值得担心，什么新竹县啦、彰化县啦、宜兰，因为这些地方本身的候选人都未必有机会，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是够可以这个打赢胜仗，第二个就是他们党内很可能到最后是2个人以上的一个战局。有些像彰化县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是谁出来，然后的话呢，这个谢家的姐弟可以打成这个样子，然后的话呢，宜兰县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虽然说吴宗宪看起来这个就是素质很高，但是问题他并不是宜兰人哦，所以他事实上有一个所谓的空降的问题在。就算跟他们的议长能够瞧出来之后，也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你还跟蓝白还有之间去协调等等。所以我弟说，像这些事情其实更是很伤脑筋的。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国民党中央在这些问题上面来说，反而这个部分的蹉跎跟这个部分的没有动作，我觉得是更加的致命性的哦。所以我认为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其实双北的2个箭头，我觉得未来会非常的优秀，就对国民党来说。那台中市，我认为时间可能会去解决一切，但是重点是其他的县市呢，这些东西如果输了的话，对郑丽文的战绩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伤害。那尤其还有两岸的话题。不过新北解决了。因为台中是直辖市，它也是这个指标非常重要，对。哦，因为江启臣上次只输了两通这个民意调查的电话，就愿赌服输让给卢秀燕了，风度非常好，所以大家认为这就是江启臣，就现在拖，就很惊讶，对，当你台中是解决不了的话，彰化跟宜兰都会讲啊，新竹那解决台中再说，这台中比我们重要，人比我们多，直辖市啊，就让他们有一个借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的。拜托，不要再跟我讲什么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什么一大堆这些神鬼之说了。连战当时算命也说他会赢啊，他赢了吗？对不对？当时我有多少人？我在新党的时候，多少人？我说你去选议员，不要我要选县长。我说你怎么可能选县长？我算命说我会当选了，就会当选了吗？一塌糊涂。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跟我说算命他会赢的，结果真的赢了。是靠他的实力，怎么靠算命呢？鬼神之说帮你选举，这什么时代了？这太好笑了嘛！真的太好笑了！不要相信这些事情。那如果玉皇大帝说我10月才能决定呢？那你拖到10月吗？听玉皇大帝的，休息一下再回来。真的。好，李世川要选新北市长，问他韩国，因为韩国也在高雄当市长，李世川当副市长啊，而且在高雄啊，这个什么地无三里平啊，什么整顿的很好啊。这个李世川说，韩国也说，他说韩国一直希望我承担，但韩国也不敢讲，韩国也知道我不想选举。哦，李世川事实上是他本来据说不想这么早的，据说希望到年终再说。为什么？这么早就要花钱呐、竞选办事处要不要钱？办事处起码1个月几10万的租金呐、义工要不要钱？便当要不要钱？都是钱呐、钱哪里来？自己来掏钱好像不太对吧？我选举为服务大家，干嘛自己掏钱？别人捐钱，捐了以后你将来要不要听人家的？
所以最好能够晚一点，不需要那么早选。但是没办法，因为今年的形势变了，对不对？人家苏巧慧把侯友宜以前的竞选办事处、高票的办事处都租下来了，黄国昌也在那边摩拳霍霍，所以变成有压力哦。所以韩国瑜知道他不想选，所以呢不敢讲，不敢说你去选吧，你去选吧，不敢讲哦。那因为你鼓励了人家哦，你就得负责任了。你鼓励他，你鼓励看看，就像那个时候很多人要我选党主席，所有一点资产的，我知道一些比较有钱的朋友，没有一个人鼓励我的，一个都没有。为什么？他们知道，万一我真的当选国民党主席，就捐钱啊！你不是鼓励我吗？没有一个鼓励的。难怪我一直鼓励你。你没钱啊，好不好？李四川投入新北市长选举，江启臣喊话，希望跟李四川强那种江启臣台中，赶快我这个如大旱之望云霓哈。那另外呢，这个说这个侯友宜把新北这个拆弹成，其实也没有什么拆弹了。刘和然本来就是他的副手，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侯友宜也是有情有义嘛，对我的副手，我怎么好意思说你不要选，让李四川呢？什么？而且侯友宜选总统的时候，刘和然他的代理新北市长也帮他这个代理了半年时间了，所以这个总是要水到渠成，有些时候是这个事缓则圆了哈。那说呢，这个在协调的县市，侯友宜给什么建议？说你看侯友宜你都能够协调成功，那别的县市该怎么办？现在有些地方都协调不成啊。侯友宜就说大家目标清楚，团队荣誉，大家一起遵守哦，就往前冲就对了哦。李四川说，如果国民党要我跟黄国昌比民调，我也不排斥，因为你将来蓝白还要合作啊，总不能搞得三个人出来啊哦。那另外呢，黄国昌也很有风度，说跟李四川会有君子之争。但是如果李四川当选了，他不会当副手，合作不是说你正我负。可是，就像我那次参加黄国昌的竞选办事处成立，我说天下治广非人所能独治，同时新北也治广，也不是一个党就能独治，所以大家可以合作嘛。哦，所以呢，党跟党哦其实是可以合作的哦。但是呢，黄国昌说，我不会去当他的副手哦。那另外呢，李四川说他会到高雄协助柯志恩。李四川是有资格讲话，因为他是当时韩国瑜的副市长，在高雄有做了很多的市政建设，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够看到那样的绩效，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一下，前老板立法院长韩国瑜之前不敢向李四川谈选举，看到李四川表态也留言打气。不，我想韩院长当然这个心里希望我去承担，但嘴巴又不敢。他知道我不想选举，他有邀我是不是要来见我，我有跟他讲说等到决定的那一个部分，那有机会其实我也可以跟他请益。现在有了身份可以和民众党竞合，黄国昌重申自己没有副市长这个选择。如果假设是川博出现的话，我不会担任副市长，要争取再也提名到最后一刻。另一头，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回应，大家的面试官都一样是400万新北市民，无论对手是谁，都已经做好准备，会不断用更创新、更贴心的政策赢得更多支持。蓝营者各就各位，齐步教管，但支持者自然盼着这团结不再是一句口号。洪薇怎么看？因为昨天那川北正式的他说他要投入新北市的选举，然后立刻大家就看到包含侯友宜市长以及刘和然副市长都在脸书发文，然后支持川北。老讲昨天那样的一连串的感觉是让大家非常非常振奋的，因为呢这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我们很多的县市进入了一个焦灼的状态甚至大家开始非常焦虑。那新北本来呢也是会担心所谓的有川北跟那个刘和然副市长之争啊。那可是呢，昨天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完全是很团结，而且呢，就是非常快速的就大家决定一起站队来支持这个川北。那说实在，因为新北是最大票仓，所以新北今天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对于今年整场选举它会有一个定锚的作用。所以你可以看到川北，因为川北他自己也当过这个高雄市的这个副市长，他的资历非常非常特殊，他当过3个直辖市的副市长，新北、台北还有高雄，所以他说我也会到高雄去跟去辅选柯志恩呢。事实上，在这次选举里面，其实我就听说，尤其包含台北市。
桃园到现在民进党都推不出人来嘛。其实民进党在想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担心的，比如说，因为蒋万安现在的气势很强，气场很强，他担心的是让蒋万安在台北市呢会有所谓的外溢效果。因为其实，在线上选举里面，当年的韩流是怎么来的？就是韩国瑜一个人冲上来，然后带动好几个县市本来不会赢的，哇，通通都赢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很担心是有这样的一个外溢效果。那大家也都知道，蒋万安跟川北真的就是强强联手那过去像尤其这次辉达落脚台北，那这两个人的合作无间那这两个人所展现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展现的能量，如果在双北市在今年年底，就是下半年开始这样一路的加温，那对于我们其他的县市选绝对是有加分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侯友宜市长在这一次里面，我认为他是大大加分的。我觉得他是大大加分。当然有很多人讲说，哎呀。刘荷兰的民调本来就差嘛，或怎么样？可是如果他也是一个，就说还在犹豫不决或等等之类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这么明快的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变成我们在这一次的县市长里面有所谓的双引擎，所以你看那个江启臣不马立刻讲说我要跟川北强联手因为江启臣这一次我觉得他最近有点误阻了，但是我觉得度过了3月底，我相信当我们整个全部的这些强将都安顿好之后，大家不是只有强可以强来一起联手，强棍啊！这个安慰江启臣说，玉皇大帝会给你交代的。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子没错啦那但是重点就在于说，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说李四川，我觉得重点在于说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李四川事实上不只是说对于国民党来说有点气势大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有点纷乱那但是重点还在，我觉得对台湾来说，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政治政坛上重要的一些呢，不管说你从总统开始，就是到一些重要的县市首长开始，我觉得太政治了。真的是太政治了。我觉得其实李四川跟张善政，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是让我觉得说，其实你不要去讲这个党籍颜色，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治理的方法比较科学性的部分。我觉得张善政跟李四川都在这件事情上面让大家觉得刮目相看。那尤其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些民调，不过当然比较。真正李四川，因为他都是当副市长嘛，他并没有说太多的属于他的这个属于执政上面的民调。但你看张善政，他其实相当程度的，我去查了一下，上次提名也很晚。坦白讲，我就说其实对国民党来说，就是因为看着民进党都那么快就提名，所以大家会很心焦。张善政当年5月份才征召他。然后呢，就让他去选桃园市。那但是我的意思说，所以其实就时程来看，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实际上有些部分也可以去稍微误造一点点，只是说你可能要把那个按着大家新的动作给做出来，我觉得这是党中央必须要去做到的。那回到张善政跟李四川，我就觉得对于台湾来说，其实你某个程度用比较科学性的方法、理性的方法，然后呢，真的是做实事，少废话。我觉得这点事情非常重要，尤其像李四川，我觉得他这段时间尤其大家注意到什么辉达啦，注意到一些呢金华城等等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之后，我觉得都是让大家觉得说他是闷着头做事情，然后呢不多说什么东西，但你就看成效就是了。那成效让大家觉得刮目相看，我就觉得对台湾来说，花太多的时间跟口水在政治上，吵半天一副很会说的样子，做出来不，这有用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李四川来说，我自己个人来说，我是相当期待。我觉得如果说就他这样子，然后呢可以打下非常漂亮的一仗的时候，事实上不只是对蓝军来说，对于绿营来说也是吗？可不可以选一些让老百姓真的觉得是在做实事的，而且拿得出成绩来？而且台湾很多事情你要讲建设，台湾很久没有一些值得被大家觉得很重要的建设，连现在中央不也是吗？你看中央一些部分什么都很会说啦，什么直铁啦，什么高铁啦，要开到屏东去，要开到这个宜兰去，结果呢，真正公共政策的辩论，你会发现连这个民进党内部什么张景森啦、贺成但都出来跟你质疑挑战，你可不可以拿政策、拿理性、拿科学来讨论事情？那我觉得台湾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所以这一次如果说包括詹善政要这个争取连任，包括呢这个李四川终于这个代表，就是你很少看到一个他不去做逢迎拍马，然后呢不去做一些很多的政治动作，却可以让他那么的服众望，觉得就是他。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李四川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现在选举都要讲要颜值，男的要英俊，
女的要美丽，对不对？你看那个各个政府发言人，从美国白宫、国务院到台湾，每个都漂亮，年轻漂亮，对不对？就选举要这样啊，有颜值啊，那但是呢，李四川你说他有什么颜值吗？好像也没有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呢？我讲真的，可以啊，他就是土质嘛，就偷点的。他说多英俊，你说李四川多英俊，你比他讲他有那么英俊吗？有唐湘龙英俊吗？但是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剪的还不错，他就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很重要一点。大家知道他会做事，因为他在各地方证明他会做事嘛。不管在新北市已经当副长，在高雄市当副市长，在台北市当副市长，他会做事啊。所以当你会做事的时候，他也不是口才多辩疾，说多为雄辩滔滔，他也没有啊，对不对？如果讲雄辩滔滔，刘怀仁比他会讲话多了。刘怀仁当兵的是跟唐湘龙一样是三民主义巡回教官了，很会讲话的。但是李四川也不是很会讲话，对不对？那样子又很木讷，对。但是他因为他会做事啊，而且有政绩啊，大家看到他的实际啊，所以他民调再怎么样都那么高啊。没有表态，他还是那么高，就表示新北的市民是知道的，知道什么样的人对新北是有用的。因为新北到底是一个400万人，那个很多地方，因为最早的时候，其实很早以前，台湾没有什么钱啊，所以基本上钱是给台北市来建设的，真的是这样子。譬如举例，基隆河泛滥，台北市边堤防就比较高，台北县堤防就比较低，所以呢水就会淹过来，防洪标准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新北的建设其实比起来是落后很多啊，所以需要一个能够建设的人去。新北市民也非常清楚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立法院10个蓝绿立委，不过我看像蓝绿立委蓝的比较多，被以伤害罪起诉。大乱斗，柯建铭拐杖弹飞，打中徐巧芯，哪些被起诉呢？谢龙介、王宏威、陈玉珍、廖伟翔、邱正军、黄建豪、黄仁，这是国民党籍哦。民进党的呢，柯建铭、林楚英、林淑芬3个那说伤害罪被起诉了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原因情节在这个地方就不细讲了那王宏威说我会告到底我们等问王宏威那国民党说这叫做民进党发动司法清算，绝不退缩，因为10个有7个是国民党委员那另外呢，这个检方引释字第435号，蓄意肢体动作不在宪法保障内。本来立法院会期内言论是受到保障的，说这是动作，这不是言论所以不在保障之内。那另外呢，联合报的短评是说呢，应该是自律，你司法不要介入，会产生更多的争议好，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这届立法院从2024上任开始，到去年2025年发生多次朝野立委的肢体冲突大乱斗。今天北检公布侦查结果出炉，蓝绿共有10位立委遭到起诉，也创下纪录。像是2024 5月国会改革修法，民进党立委沈伯洋从议事台上被推落，导致他脑震荡。推落他的国民党立委邱正军和廖伟翔等4人被起诉伤害。而同年的7月选罢法修法，王宏威和林楚英2人在委员会里面互殴挂彩，2人也都被依伤害罪来起诉。在去年3月底，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不满蓝营突袭闯关公投案，情绪爆炸的他拿起拐杖敲议事桌，喷飞的零件打伤了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而柯建铭也被依过失伤害来起诉。好吧，因为这个焦宇德呢要先离开去中广主持他的广播节目，来，你先说。当然，这个宏威在现场以前我们在立法院，其实大家这个对于法案有不同的意见，往往会各自使出这个各展身手嘛。那陈玉珍最擅长的就是她会金门女战士的形象，但是这个久了，其实对于国会的形象也是有伤害。那当然，这一次大家用一个比较司法的方式，让每个人其实民进党、国民党也都有被起诉，但是无论如何，大家还是希望在国会殿堂都能够和平相处，好好的就事论事、理性沟通，这才是选民想要看到的。但是回到刚刚所讲的这个2026的选战呢，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已经分2
2队了，一队就是中国队，就是郑丽文所带领的我是中国人，另一队呢是蒋万安队的我是台湾人。包括李四川、蒋万安都已经归队了，可是还有些人找不到队伍，不知道站在哪一边的，这时候就很危险了。像台中市刚刚讲啊，明明这个江启臣都已经备战这么久了，突然跳出一个杨琼英，该出来主持大局的人是谁？除了郑丽文之外，还有地方的首长。为什么新北可以这么快定案？就是因为侯友宜有这个格局可以去协调。那如果台中市的大家长卢秀燕，她从国民党党主席非洲朱恩到现在的台中市长选举，都是一副好像事不关己、无事一身轻，或是不想要惹是生非不想要得罪任何人这种心态的话，那大家会觉得你这样怎么代表国民党去选2028？你这总统候选人资格就已经越来越远了。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卢秀燕到底要站在哪一队、站在哪一边，真的大家也都在看。那如果说国民党2026的选举是要选择中国队这一边，那我相信对候选人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2026对国民党来讲势必要选边站。洪卫那现在起诉你们那也有人担心了说到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罪，但是呢伤害犯刑法，跟你这个缓刑那现在按照简报缓刑就不能够选了，担心这些问题吗？其实是会有这些问题。我先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大概就是应该是前年在立法院里面大家有比较大的肢体冲突，然后今天一下子在过年之前送我们一个大礼10个立委一起起诉。其实过去立法院这样的一个肢体冲突其实所在多有，也不是从我们这一届，我们不是空前，我想也不是绝后，但是呢10个立委这样子被起诉绝对是空前的。那而且呢在这个整个的比例是完全不成比例，10个里面有7个立委都是国民党立委，那有3个立委虽然有柯建铭当头，但是柯建铭跟林楚英他们2个是不分区立委，唯一的区域立委是林淑芬那这个我刚刚为什么讲说，不分区立委跟区域立委有什么差别呢？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所讲的，因为我们选罢法呢经过修法之后，也就是说，如果你被判缓刑的话，你被判缓刑期间你是不能够去参选的。这个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台南市议员叫做王家珍当时就是说本来是要办他助理费，后来发现说他根本就没有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好，那就告他说他是就是伪造文书，用伪造文书来办他，然后呢给他缓刑。那时候他本来是要跟林俊宪来参选的，可是在最后一刻，他因为他受到缓刑，他没有办法去登记参选，所以林俊宪突然变得全那个就是同额竞选了，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很羡慕林俊宪，哇，就竟然没有对手。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呢，他是用什么杀人对不起，伤人强制罪来办我们嘛。那其实很多那个律师会就说，这个其实最后法官都会让你们赶快去和解啦，什么等等之类的，也可能也不会这么严重。可是问题是，他如果在我们登记参选之前他判缓刑的话，那就会对我们的参选权就会有影响。好，这是其一。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是不是一种政治性的这个安排我今天罢不掉你，我让你不能选，可以了吧？对不对？而且我用这种方式来整你。那另外，我刚才特别讲说，我们10个这个立委大家看大家那个打来打去，大家记不记得一个画面？就当时那个是同一天发生的，那个钟嘉宾就是整个上去熊抱我们那个陈金辉，有没有？整个把他翻下来，后来陈金辉整个受伤嘛，陈金辉有没有去告？陈金辉有告，那到现在为止没有开庭。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如果按照那一阵子这个混乱在这个名单里面，所以陈金辉说完全没有钟嘉宾，因为他案子也没有开庭，所以我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司法双标啊？好，我的案子我就算了，因为我是跟那个林楚英之间，后来今天我本来在受访，我还受访，还媒体说，委员不好意思，你被起诉，我说我被起诉，他说就是你跟林楚英这个互告，那我说林楚英呢？他说林楚英也有被起诉，我说那就算了，对不对？因为至少可是。问题是，像陈金辉跟钟嘉宾那个案子，很明显的钟嘉宾去熊抱，然后伤害陈金辉，竟然今天不但没有起诉，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开庭，所以真的司法太双标了。不，我是觉得
你们可以修法，你们蓝白既然多数不能修法，这个修法不是只为蓝白，绿也有在里面啊。对，我知道。基本上我说有些罪是很严重的哦，譬如说贿选哦，譬如说这个贪污哦，这些东西是不行的。那伤害就是立委这种拉扯，因此缓刑，所以就不能选举。我觉得这太过头，这是哪门子法律啊？我觉得可以修啊。那当然有人说修法，这个总统台不附属，你让他老是不附属啊，他要是会变成一个这个不附属的院长，他自己会变成笑话，叫他不附属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高金素梅最近会被2度约谈，因为前一阵在深夜，他身体不适啊，出来的时候我看蛮惨的啊，那还被人家扶着啊，搀扶着出来哈。那但是呢，他的助理说是操盘手，哦，说有6个罪被收押了。本来昨天开始说声押，后来呢，法官裁准收押哦。那所以这是不是高金素梅的防火墙哦？那另外呢？北院裁定书里面说，他这个助理呢，犯行期间非短，就是蛮长的啦，哦，时间还蛮长的，而且呢，这个危害社会治安甚巨，这点我是不懂，他危害了什么社会治安？他是杀人呢，还是放了华子影响？其实我危害社会治安甚巨哦，所以呢，时间又长，对社会治安又很坏，所以呢，就把他羁押禁见了啊。那另外呢，因为这个人。这个原来的办公室主任叫做张俊杰，最早是林正杰的助理，啊，后来呢去干了高金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当了高金的助理，说是高金的左右手哦，这个助理啊，那所以呢，当然有2种可能，一种是委员指使助理做，一种是助理做委员不知道也有，助理有时候也可以这个做很多事情的啊。那另外呢，这个吴思瑶就是打脸王世坚。因为王世坚说：“哎呀，这个高金也是挺台派。”那吴思瑶说：“他什么挺台派？3个地方不是。第2个呢，曾经以立委身份到中国参加93大阅兵，而且在国会用简体字简报质询哦。另外呢，还不小心说的是我们习近平，所以呢，这是挺台派吗？”那王世坚也很生气。王世坚说：“你们把台湾派越做越小。”能够多争取一个就多争取一个，到最后呢，你们只剩下1450，自己爽而已。我们看一下。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助理张俊杰经过侦讯后遭羁押禁见。走上囚车时，看得出张俊杰神情疲倦。他不止卷入3大案件，更是高金素梅全案最关键的角色。张俊杰是金曲歌手马子卡的岳父，就连他的女儿也是马子卡的妻子云雅顺也同样涉案。云雅顺50万遭保，张俊杰收押无法回家过年。检警查出无党籍的高金素梅涉及诈领助理费、民间协会的补助款，另外国安单位还收到情资，怀疑他募集录制的快筛试剂疑似有中资介入，再交给地方议员发放，而这些案件都与他的资深助理张俊杰有密切关联。检调查出他疑似是民间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在幕后操作安排，更找人头申请补助款，就连快筛试剂也是透过他找来人头名单非法输入。由于他坦诚部分事实，但与其他人的笔录都不拢，因此裁定收押。张俊杰从2003年就在办公室服务，在高金素梅7连8的期间，到底经手多少事？虽然目前还得要等高金素梅的状况稳定才会再找他侦讯，但张俊杰算是元老级的助理，不排除检调会从查扣中的资料找出更多蛛丝马迹。梁湘龙。因为高金是非常资深的立委，他已经六届了。对，如果说因为他现在按3个案子嘛，一个是诈领补助费，还有一个是非法输入大陆的医材。那因为大陆的医材的进来，那个时候呢时间点呢是很特别，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呢，大家都找不到。我甚至有一些大陆的一些听众呢，用各种方式呢寄口罩给我，那个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第3个是诈领协会的补助款，因为高金虽然是无党籍，但是周围就是认识高金，我周围认识高金的朋友很多，大家普遍就是认为就是说，对高金这个人，除了他谈恋爱我们看不懂以外啊，
其他的就这个人的就是信赖度呢都非常非常高，谈恋爱大家都说看不懂，因为他基本上面反正是万人迷啊，就是反正恋爱史很丰富，可是他的行事风格以及平常的做人，大家对他信赖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看到呢检调用调查局国安站调查局国安站出动，是国安站出动兵分30路去搜索。这个动作比过去侦办任何的立委涉及到呢所谓的助理费的事件的时候，高金的动作是最大的。那在时间点上面来讲，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很多的这些的动作，你都一定要有一个政治解读的观点，就是这个时候呢去动高金。同一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高市早苗因为呢反中而大胜。那这时候为了庆祝高市早苗，然后呢去动了高金素梅，是因为都姓高吗？那不管怎么讲，就是说呢，把高金素梅当作是高市早苗去记起，把它当作是个起手式，因为这两个女人虽然呢长相呢差很多，但是呢其他的风格呢也差很多。高市早苗极端的反中，但是高金呢被认为呢非常的亲中，他在大陆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在大陆的情感投入是很多的，毕竟呢是安徽的女儿，原住民的女儿，外省的第二代，到现在为止他在大陆都有很高的人气。第二个就是说，他台湾的所有的立委里面，即使蓝营的立委赶到日本的靖国神社去叫板的，就他一个。在这个时刻，它确实有某些指标的意义，所以现在呢，这些案情牵涉到呢一些特定案情呢，我们没办法多讲什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案情的内容。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去动高金，它的政治含义呢，一定是非常高的，把它当作是呢高市早苗胜选了之后，赖清德的选举的起手式的那个味道呢，是我的认定。美玲。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媒体上面看到哦，就是说这个高金委员诈领助理费哈。其实看到这个地方哦，大概不太有人会相信。为什么？我在今天我才回头问了一下办公室，说我们的助理费到底多少钱啊？那大概就是分成就是助理费加加班费，大概50几万啊。你看哦，像以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是宏威的办公室，我们有这个国会的办公室，而且国会办公室的其实助理们啊、主任们都很专业，那个薪资其实真的都不低。那地方上面也需要很多人来帮忙跟服务，那何况哦，其实高金委员他是全国，你想想看，就这样的助理费要去请这么多的助理哦，我觉得哪有办法还要再去诈领，这是不可能的。我在想，搞不好都自己还要掏腰包，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讲到他那个协会哦，不过我看到啊哈，就是现在他那个助理那个张俊杰要被羁押哦，那其中也有讲到这个协会，不过在这个新闻稿当中也讲到说，这个协会现在看起来高金摄入不多，所以其实。讲明了，可能在这个当中，其实他们目前并没有查到高金有任何涉案的一个迹象在里面哦。那最后讲到这个快筛试剂哦，虽然我们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时那个背景哦，其实全国都在缺快筛。那高金把这个快筛呢，让大家可以都有这个快筛在当时可以来使用，其实是很多人去感谢他的啦哦。所以其实吴峥。最近一直在讲说啊，大家不要去攻击司法。其实不好意思，没有人攻击司法，是现在其实台湾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度其实就是很低哦。那最后我讲一个哦，那王世坚这次不是在讲，他跳出来他就说，高金是我们台湾派哦，因为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委员就忠实的台湾派。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没有去讲说他哪个是清白的，哪个大概是怎么样？他讲到台湾派，这不是意味着其实他也认为这次的办案有意识形态在里面？我们很想说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很想说他没有任何政治的介入，但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确实让大家觉得有政治介入的可能性。你看刚刚洪伟举那个例子，钟嘉宾确实是啊，在过去那段时间打成一塌糊涂的时候，我觉得好几个鲜明的指标，陈玉珍是一个，钟嘉宾就是另外一个嘛，那怎么可能钟嘉宾没有呢？所以你就说司法到底有让他多信任呢？尤其是在高金这件事情当中，我是觉得可能没有跟高市早苗有关啦啊，但我觉得跟今年选举呢真的是脱不了关系。你看每一个民进党立委出来讲什么，都在讲高金的亲中。那这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认为案情的东西会讲到轻重呢？所以他的立场没有任何的因素在中间掺杂吗？我怀疑。你这次哦，就是国安站大肆的搜索，可是你看到的检方，他们现在把它变成说，大概就是以助理费为主，还有那个协会